大名鼎鼎的青龙偃月刀，竟然真的是用一整条青龙打造的神兵。那是在关羽刚出道的时候，手里没把趁手的兵器，就想让铁匠给打造一把。谁知这兵器也有讲究，按照标准能划分为6个等级，最低等的就是铁刀、钢刀之流，而最上等的乃是传世宝刀。欧爷子想打造也是困难重重。宝剑干将莫邪那是舍身计剑才弄出来的，老汉也是一代大师，但历尽千辛万苦，也只是打造出了第2等的青钢刀，这也算是好宝贝了。但二爷是谁？不是天下1等1的宝刀，能配得上他的身份吗？青龙在天上就开始思考了，他家老爷转世为人，怎么也不能比别人差了。这一代的二爷前世乃是南海龙王，因为私自降雨被玉皇大帝惩罚，打下凡间沦为凡人。青龙作为从犯，被罚永世漂泊云端，忠心耿耿的他自然就跟着二爷了，在天上一直默默的守护。眼下主公遇到困难，正是他发挥作用的时候。地上众人还在感到可惜，天空之上忽然乌云艳月，一条青龙从天而降，直直的冲入火炉。霎时间火势变轻，老汉大喜，这正是锻造绝世宝刀的所需要的炉火，连忙让2个徒弟扛起青钢刀，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，以此炉火淬炼刀身，必然能打造出一把千古名刀。青龙没入其中，如此方才能与主公永远相伴。宝刀出炉，大放异彩，哪怕是一向稳重的关羽也不禁心神摇动。待到工匠完成最后一步，二爷立马迫不及待地拿在手上，舞动起来，虎虎生风，当真是把好兵器。众人纷纷鼓动关羽为其起名。二爷看着天上的艳月，又看看刀身的青龙，于是乎流传千古的青龙偃月刀就此诞生。他将伴随二爷缔造传奇的一生。但你知道为什么偏偏在此时打造兵器吗？那还得怪张飞，谁让他先一步得到了趁手兵器？几天之前，3兄弟刚刚在桃园结义，然后就因为张飞犯事儿遭到官府通缉，无奈之下只能连夜潜逃，来到了张飞好兄弟家里。这人也不一般，名叫张世平，乃是中山大商，用家财万贯都不足以形容。对于3兄弟的到来，他很是高兴。二爷不用说，一看就知道是个好汉。而刘备呢，那汉室皇亲的名头还是挺好使的。当时的商人地位并不高，起码那群大贵族是不屑一顾的，所以对于3兄弟，他真的是真心欢迎。恰巧张世平最近也有个烦恼，在他庄子附近，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出现一条大蛇，时不时就去伤人。7、8个大汉也只能去送菜。张飞一听，那还了得，当仁不让的前去降妖。二爷在一旁略阵，张飞更是信心十足，一手拿着火把，一手拿着钢刀，一步步朝着洞窟深处走去。这里面当真是万分凶险，白骨铺路，臭气熏人，哪怕是张飞也得步步为营。忽然间，雾气升腾，蟒蛇出动，一阵地动山摇，大蛇亮着灯笼大的眼睛窜了出来，尾巴一甩就将火把打飞。紧接着硕大的蛇头一撞，张飞手里的钢刀也拿不稳，无奈之下只能赤手空拳与大蛇搏斗。好一条绝世凶蟒，素来以勇猛闻名的张飞也是连连后退，一拳又一拳打在对方身上，大蛇却是不痛不痒，将张飞直接顶飞。这么下去不是办法，对面的畜生皮糙肉厚，力大无穷，打起持久战很显然对他不利。张飞心思一转，脑海里便是有了主意。趁大蛇再度来袭，他借力一滚，摸到大蛇尾部，抱起蛇尾就开始转圈，将大蛇朝着石柱上撞。洞外的众人都能感到地动山摇，那威势当真是恐怖。大战进行到关键时刻，张飞瞅准时机，一拳打穿大蛇身体，任你凶恶异常，他自一拳破之。刘备有点担心3弟安危，众人上前查看，发现张飞正费力地拖拽着大蛇尸体，果真是绝世猛人，竟然真的剿灭了大蛇。众人纷纷上前夸赞，家丁们也直呼3爷威武。可谁也没有注意到的是，大蛇的身体竟然在缓缓扭动，大蛇不死反受其害。勇猛的大蛇再度起身，将一干人马吓得七零败落。张飞一看，那还了得，就在可怜的庄主要被一口吞下之时，发威的张飞抓住大蛇尾巴，再度开始疯狂旋转。这一次他势必要将大蛇给彻底弄死。众人看傻了眼，3爷果真威武。张飞对着大蛇一顿输出，濒死之际，奇怪的事情发生了，大蛇的身体竟然浮现白光，在张飞的舞动之下，变成一柄丈8蛇矛。就连二爷都瞪大了眼。得了神兵之后，张飞就爱不释手，在庄园里耍得虎虎生风，当真是
一员绝世猛将，看到二爷眼馋不已。庄主多年经商，眼光甚是毒辣，当下便开口：他家有一对祖传的冰铁六金棍，也是不可多得的神兵。若是二爷不介意，就取来用上一用。张飞快言快语：这有啥好客套的？赶紧拿上来吧！不一会儿功夫，两个家丁就扛着兵器来到庭院。二爷起身，一把将铁棍击飞，接到手里稳稳当当，一套武功耍下来，也是令人拍手叫绝。但有一点很是可惜，关于理想中的兵器，其实是一柄春秋大刀，要是能重铸就好了。这有何难？庄主交友广阔，正好认识一位铸刀大师，祖上乃是赫赫有名的欧冶子，锻造的技术数一数二，替关羽打造大刀，那不是轻而易举。冰铁六金棍用的也是上好材料，大师很满意，放下海口要为关羽打造一柄绝世宝刀。结果嘛，就是开篇提到的，目的是达到了，但却是建立在青龙神的牺牲之下。前世的关公乃是大名鼎鼎的南海龙王，青龙是他最信任的部下，走到哪儿都得带着。本来要是不多管闲事儿，龙王就一直自在逍遥。可人间的惨剧让他不忍直视。东汉末年的中原实在是太乱了，普通百姓哪有什么活路？那位三国第一女间谍貂蝉，原本也只是个农家女，和老父亲相依为命。可在乱世之中，惊人的美貌就是最大的原罪。无论他们走到哪儿，都会招来有心之人的觊觎。二爷的逃亡，就是因为失手打死了强抢貂蝉的恶霸。张飞也是，只能说这群人的缘分真是妙不可言。只差一点，貂蝉就跟二爷过日子了。但命运的轨迹早已注定，父亲死后，在洛阳城的街头，貂蝉遇到了命中的贵人司徒王允，继而成为了名动天下的绝世武姬。貂蝉尚且如此，其他人又能如何？偏偏玉帝是个小心眼儿，看到人间乌烟瘴气，直接又给添了把火，命令手下不准降雨，渴死这群混蛋。贵族们能有什么事？最后倒霉的还是普通百姓。南海龙王悲天悯人，宁愿违反天条，也要降雨救世。于是乎就被小气的玉帝给惩罚了，抽掉龙筋，打掉龙骨，直接贬为凡人。就这么的，天上少了位善良的龙神，人间多了个傲视的关公。青龙作为从犯，被玉帝惩罚永世漂泊，从二爷出生就一直跟在身边。现如今化作青龙偃月刀，也算是了却心愿。三兄弟在张世平家做客的这些日子，中原大地风起云涌，董卓、袁绍各方势力齐齐登场，灭了十常侍，自立诸侯王。有着李儒这个目前最强军师的谋划，董卓轻轻松松占据皇宫，挟天子以令诸侯。手下还有吕布这样的天下第一猛人，就问你怕不怕？但这天胡开局，硬生生让死胖子给玩崩了，成天贪图享乐，不思进取。王司徒在这时就开始有想法了，抓住机会，准备将貂蝉推到台面，挑拨董卓和吕布的关系。此乃阳谋。即便李儒能看透一切，但面对刚愎自用的胖子，天下第一的战神，也是有心杀贼，无力回天。在这乱象之中，各路诸侯如同一颗颗星星冉冉升起。三兄弟自然也不甘示弱，大丈夫生于世，岂能郁郁久居人下？二爷连貂蝉都能说溜走就溜走，自然不喜欢沉迷于酒色。刘备更不用说，只是要起兵的话，哪有钱粮支持啊？这不就是在点他吗？张世平瞬间会意，发挥自己大商人的财力，给三兄弟拉起一支1000余人的兵马，靠着关张的勇猛，很快就打出了名气。黄巾军现在已经成不了气候，只配给3人刷战绩。打完仗，刘备这个刘皇叔也是捞了个一官半职，到一个叫做安西县的地方当县令。可屁股还没坐热乎呢，上面就来人巡视了。这时候的官府可以说是乌烟瘴气，向手下索要好处自然是天经地义。张飞这个暴脾气的忍不了，当场就要用丈八蛇矛捅人。刘备连忙拦了下来，等钦差气呼呼的走了，他手底下的小吏才出来说话。三兄弟以前都在市井混日子，是真不懂对面的暗示，手下一说才明白，敢向他们要保护费，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。但刘备毕竟不是张翼德，素来以宽厚忍义著称，找到钦差打算说服对方，这一低头可就不得了了。男人那叫一个趾高气扬，气得张飞3尸神暴跳，要不是二爷拉着，肯定让对面好看。但要是能忍下这口气，他也就不叫张翼德了。第二天晌午，二爷正在院子里抡大刀，没一会儿功夫，刘备就过来问话了，问他有没有看见老三。半天都没找着人，那还用想？二爷稍加思索，便哈哈大笑。不愧是他的三弟，钦差现在可惨喽，被张飞吊起来打，叫得跟杀猪一样。
这种贪官污吏，他张翼德最是痛恨了。要不是刘备及时赶到，非得打死对方不可。事到如今，安西县是待不下去了，正好三人也不愿意在这么个小地方发秀，广阔天地大有作为。三兄弟点齐兵马，准备再度出击。临走之前，百姓们依依不舍。刘备是个好官，无论旁人怎么评价，的确对百姓不错。但这不是永别，待到他中原逐鹿之日，众人还是他的子民。现在的洛阳城，董卓已经显露颓势，昔日的英雄变成只知道贪图享乐的狗熊。战神吕布虽然勇猛，但很可惜有勇无谋，还极度的自傲。唯一一个看清局势的李儒，现在还在忙着收拾烂摊子。大势不可逆，董卓的失败已经是必然。虎牢关下群英荟萃，一个大时代即将来临。南海龙王转世的关公与青龙神锻造的青龙偃月刀，也将在这一世焕发新的光彩。好了，本期神话故事就到这里，咱们下期继续。